嗨，亲爱的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爱说话的鱼，欢迎大家再次的收听。上集提到关于我的旅游自由行，我的初体验。为什么我喜欢自由行，而我初次的体验又是去了哪里呢？今天来到了下集，在广西老家待了好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也就要从老家回广东省的广州市了。记得那次回程刚好遇到五一劳动节，也正巧是他们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举办，结果回程的火车票买不到，只好托付到叔叔，也是好不容易帮忙买了船票，就从南宁坐船走水路珠江，一路回到广州市。这样的行程也走了好几天呢，不记得是3天还是4天，亦或是1个星期呢。这一路的路上很是新鲜稀奇，因为虽然住的品质不是非常好，但至少也有1张卧铺的房间。整艘船也就只有那个房间，据说是高干才有资格住，曾经邓小平的人曾住过，而其余在船上住宿的人们都是在下层拼板上排排睡的，而我和父亲在上层。我们一路上看着人来人往，带着货物赶着市集，上船下船，好不热闹啊。在上层的位置朝着下方看着，每天清晨就有一批人带着家禽、家畜，有鸡、有鹅，还有猪等等，大大小小的家禽、家畜们赶着去集市座上卖卖。傍晚又有着一批人带着空注的担子、推车等上船回家。在当时，如此的情景是一般日常作息，而今不知是否依旧。在船上每天喝的水是珠江那黄澄澄的江水，过滤后煮饭、煮菜、刷牙、洗脸、擦身等。好一次超级特殊的经历啊，毕生难忘。回到了广州市，我自己一个人逛街。虽然那个年代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发达，但是广州也算是个大都会。现在所谓的北、上、广，也就是大陆的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3个大城市，也有着许多买卖的街市、可逛的地方，甚至也就我自己一个人去逛街。父亲因为行动不便，所以也就待在谢伯父、伯母他们的家中。那个时期，前往大陆的台湾人大多都被称为呆包。真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去逛街，我就会说我是北方来的，比如南京啊、上海或北京来的，就这样给他糊弄过去了。因为毕竟我的广东话并不是很好，肯定被揭穿的，但他们也相信了。而且我也无需穿得太过于漂亮，也就一身 T 恤、牛仔裤的，虽然那时下当地人也很少如此穿着。像我之前有个同事，他们去大陆玩，真的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一看便知就是台湾来的呆包，不骗他们要骗谁啊的那种感觉。而我之后去到了南京、芜湖、苏州、杭州，甚至上海等地，那好像是我第2次去大陆的经历，所以我回去大陆已经3次了。第2次前往大陆时已嫁为人妇了，但还未有孩子，是和母亲一同前往广州谢伯父、伯母家中的。婆婆担心我生不出孩子，所以让我去广州的中国医药大学，也就是谢伯父前女婿上班的医院，去找一名有名的女大夫，她的同事看诊。因此那次的机会让我去了好些地方，除了大陆的中部城市，也去了广东的佛山市等地，也就是黄飞鸿的故乡。当我到了北方或到哪里，我就会跟人家说我是南方来的，因为毕竟那个时候电视剧还没有那么发达，看得到的人很少，大概只有沿岸的城镇看得到，例如广州、上海等城市，他们比较能够看得到香港的电台，因为有所谓的卫星天线，所以他们就比较能听出台湾人的口音。可是那个年代几乎很少人会听得出我们是来自于台湾的台湾人，所以当我去到南京、上海等地，我就会说我是来自于广州的，他们也就比较能相信。当要购物买东西的时候，那个价格真的就是会不一样了。而我真的觉得说去到大陆时，你就会感觉到，因为他们跟我们是同语言、同肤色，而且甚至有着血缘关系的，所以
真的就是会觉得很亲近。相对的，现在很多的台湾人，他们可能也因为是土生土长，也甚至可能就是好几百年前祖先们是来自于大陆的，但他们就比较没有这样亲的情感。而我个人，我们是因为父亲是来自大陆的台湾第一代，我们是外省第二代，所以觉得回去的感情就会比较亲，比较深，比较能够感受得到，而不是就是只是个观光客，只是来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身份。我真的觉得，希望台湾与大陆之间，在未来真的一直朝着和平的方向前进，不要把彼此当成敌对、敌人，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来自于同样的地方。从大陆各地、闽南、广州、上海等等这些沿岸的省份前来的先祖，我们好比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，甚至泰国等等的国家，那些好几代前去到东南亚开发的先祖辈们，这些的华人的区，在那个所谓的几百年前，甚至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过来的大陆人流亡政府，然后定居住在了台湾。真的，我们毕竟就是个独立的个体，独立的国家了，我们就是同一祖宗一脉相传的。若真要探究过去，神、上帝创造天地，第6日依照神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人类、亚当、夏娃，来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些天地海、动物、植物等等。真的不要去分得太多的彼此，分得太较真。毕竟我们就是来自于同个血脉这样的一个流传，无需再去想要什么独或者要什么统的，这些都是政治人的想法问题，因为人有着许多的贪念和思想，原罪始于起初所犯的罪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关于我个人之所以喜欢自由行，就是出自于我跟父亲第一次回老家探亲的经验。如此的一个亲身的体验，不是跟旅行团的，而是亲自安排体验行程的方式。因此之后就一直喜欢自由行。随后我也会再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后来的旅游经验以及有趣的事情。在这里，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为台湾、大陆甚至香港，同时海峡两岸的关系能够趋向于和平的方向祷告祈求。在此再次与大家分享2段圣经经文，一个是箴言20章3节，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，愚妄人都爱争闹。第2段经文是出自于罗马书14章19节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真的希望海峡两岸可以一家亲，至于统不统、独不独，我是不赞成与认同的，因为我觉得已经就是2个不同的个体了。今天，说话的鱼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之后再次的收听，欢迎按赞、订阅与分享哦，拜拜。